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休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，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此人功法之深，招数之怪，世所罕见，我与唐周都难以轻松应对，怎么柳微阳虽功力不起，招手却堪匹敌？应渊、颜淡，你们定想不到，我化作石雕，还有解化之日。被石化之人，其49日内，若有人将困身之时化物散去，便可复生。只可惜，我因石化过久，此腿只怕难以复原了。林中大雾尽散，怕是因魔族异动。我乃天界仙子，谁知杀我的人是帝君，救我的人却是魔族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既然老天都相助于我，应渊、颜淡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
燕丹，燕丹，小心！公子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又为何回到此处啊？是扶霜把你们带回来的。他说你与公主在魔像中昏迷，只能一同带回尽欢房。我刚好被派来照料公子。哎，不必，你看我现在好着呢，你赶快去忙吧。啊，公子，没关系，雨墨，我自己可以。雨墨，哎呀，你怎么样了？伤势如何？莲青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现如今疼痛难忍，急需你的关照。主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我们？嗯。我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没事了，你看我都能坐起来。好多了。那我们就谈正事吧。我和严旦拿了神器之后，还未走出宫殿，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给震晕了。醒来之后呢，就回到了尽欢房。说说吧，你在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刚交手之时啊，柳微阳刚刚看清的神秘人的真正面目，就在此时突然之间自爆了，而且释放出巨大的灵力。在此之后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全然不知了。这魔像里面，竟然有魔族的神兽，还有灵力强大的神秘人。这会不会跟魔族有什么关系啊？若真如此，事涉尸仇，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咱们必定要好好查上一番，为我日后的神仙意志画本再添上新的一章。好，我也加入。喂，你不是来寻找李晨的吗？现如今李晨你已经拿到了，而且还在魔像中偶得第3件神器啊！目的你已经达到了，现在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呢？若真有魔族祸乱凡间的话，我身为凌霄派的弟子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小队了，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，但是殊途同归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行侠仗义。我日后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们的画本里。人妖齐心，守护苍生，必定会传为佳话的。有人看才怪。我看，那你就慢慢看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。而且，在魔像的法阵，并非像是天界所示。在宫殿中，神秘人对柳微阳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由此可见，他们一定是旧相识。他口口声声说进入魔像之后就会恢复记忆，现如今发生的种种事情，是敌是友，一探便知。你们公主呢？我要找你们公主。公主在魔像中身体不适，想静心休养，今日不见任何人。是吗？她有什么不适啊？我们这儿有妖界的神药，还有凌霄的秘方。你公主得了什么病？让我们进去，没准看看就好了。他是不想见呢，还是不敢见？公主既然言明不见，那么无论是何缘由，我都不会让你们见到她的。诸位，请回吧。口气还不小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们闯进去？二位虽功法高强，但这毕竟是神霄宫的地界，诸位如果要战，扶霜定当奉陪。
是九尾蛇的蛇牙，小心啊！你现在杀我，他也活不了。蛇毒未清，虽然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是毒素已经入骨，若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他这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。伤势已无碍。李维阳，可凭你一面之词，要我如何信你？九尾蛇乃是三界中剧毒之物，被其击中，皮肉尽腐，骨中毒血，唯有其牙可以将其吸出。你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了解？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否则功法不可能会如此强悍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混沌苟活数十年，如今陡然知道了一切。只有痛，没有快。现在我心乱如麻，能否容我独处些时日？你们与我有相助之恩，我一定会有所报答。你们想知道的一切，待我清理好前尘，一定会如实分说。你体中的毒血已经析出，这是我消耗3年灵力调制出的散血露，你将它涂抹之后便能痊愈。他方才所用的招式，与在魔像中神秘人的招式不尽相同，甚是可疑。不过，确实是我轻敌了。柳维阳所言非虚，此路确实疗伤灵药，你的蛇都已经全都解了。可若他是敌非友的话，为什么要给你解药呢？可是不管他是敌是友，此人生性狡猾，在未知全貌之前，他所言断不可信。魔像寄生在珠翠山，统管此地的土地公应该会略知一二。入夜之后，我们前去探一探，或许会知道一些什么线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，这可是我们山境众妖口口相传的说法。后来我又翻遍了藏书阁，找到了文册佐证，说这带尾的妖类遇到自己心仪的人事物，心生欢喜之时，便会摇尾正心。你不信？你说有吃的我才来的，吃的呢？呢？哇！果真如此啊！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看出来琳琅是否对我有意。百灵，你这回帮了我大忙。这样，以后你们羽族的所有苦力活，我全包了。不过，他看紫妍看得这么紧，你是怎么把他拐出来的？今日不知怎的，自入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琳琅了。我姐姐每60年就会躲起来一日，我已经习惯了。60年，天干地支轮变，60年一轮，阴极阳转之时。三尾雪狐生性属寒，女狐更是体阴。若遇到阴极满月之夜，便会神虚灵残，甚至画出部分原形。莫非就是今夜？
坚持说琳琅，不能给狐族丢脸。琳琅，啊，他怎么来了？你在哪里？他来一定是听说琳琅，狐族的妖尾正心前来证实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看见我的样子。我知道你在这里。琳琅，今夜你身子虚弱，有危险，我来保护你。你不过是惺惺作态，你想看我的狐尾？你走吧，我不出来。啊，你别过来！我乃堂堂野兰山山主，绝不会趁人之危。这样，我现在转过去，我就看不见了。你看，那你把眼睛闭上。转过身去。转过去了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出来之后，你不许偷看我。嗯。听到了？嗯。你是不是来看我狐尾的？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狐族平时用什么药材，就去药医阁取了些来，里面呢有安神草、护灵根、滋补龟壳，还有聚气丹，这些药材定能助你安全度过今晚。我给你拿过去。哎，你别过来！我不转过来，不转过来。这龟甲妖力深厚，定是千年妖龟所出吧？哎，我在妖界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，你怎么得到的？阁中取来的呗，搞不好啊是那妖医的私藏之物。你放心，只要今晚有我在。琳琅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哦，我没事。你看到了？今夜天气冷，你身子又弱，我就给你找点柴火，暖暖身子啊。公主，
你已成功入了魔像，吸获魔像之力，你为何还如此愁苦？以前我以失意为苦，而如今结一苦，却更生千百愁思。心愿未圆，苦痛难赎，就让我放纵一回吧。看来柳微阳确实没有骗咱们，他确实性情欠佳。这道符只能够维持1炷香的时间，是走还是现身，可有决断？他说他心愿未圆，若我们能帮助他完成心愿，他是不是就能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？看他如此颓废，就算我们强行逼问，估计也不会向我们袒露心扉的。还是我们自行调查吧。哎，我第一次见神仙有点激动啊！你说那神仙是不是都像戏折子里写的那样，鸾姿凤态、仙风道骨的？不，何人请神呐？我是凌霄派修行弟子，捉妖途经此地，求借朱翠镇献制一看。何有供奉？臣来的匆忙，未带供奉，请您行个方便，来日一定加倍补偿。哼，一介凡人，道行低浅，有何资格请神托住啊？不帮。你这神仙就不是那个，这长得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吧？这性格还势利眼儿，这跟戏折子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区区凡人敢戏弄本仙？区区地仙竟然如此傲慢，九重天上的上神也不会像你这般。好，一个凡人你不肯理他，那我是妖，你要如何呢？如果你不肯借我献制的话，信不信我把你胡子烧了？妖，本仙恪守先则，奉公守制，不惧你这妖类的迫害。哼，留得清白在人间，天界诛仙，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！呀，别喊了，别喊了！我是想说呢，刚才我们确实过于粗暴了，还望仙人您多多谅解。这样吧，我请您去体验一番凡间乐事，作为赔礼，您看如何？此酒只当天上有，哈哈，世人有口应未尝。好诗啊，好诗！没有想到大人您如此这般文采斐然，着实让我心生佩服。来，为了您的文采，我敬您一杯酒。好，来，干！哎，哈哈哈！大人果然是气宇轩昂，连酒量都是非同一般，简直是人中豪杰呀！来，为了这个，我再敬您一杯酒。来！大人，喝了这杯酒，能活99。干！酒，哇，好酒量啊，大人！我们再来一杯。大人，醉了。你们妖类手段果然阴险，怪不得常言道，妖邪惑心。严旦做的没错，若是你们那些正派的招数管用的话，那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妖出手了。藏献制的法器找到了。
你们看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原来朱翠山曾经是魔族的领土啊。我看这书上写着，邪神将魔族的力量源泉留在了朱翠山。那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是魔像啊？那魔像当中法力高强的神秘人，说不定就是邪神。若魔像源自于魔族，那么柳维阳为何可以吸取魔像的力量？那魔像当中的神秘人法术高强，我们二人皆不是对手，可柳维阳却能与他过招。柳维阳从魔像出来之后，功力大涨，而且施出法术又与神秘人相同。若他是魔族人的话，那一切真相便可以解释了。可若柳维阳真的是魔族人的话，他为什么带我们走出魔像，又为何帮你治疗蛇毒呢？这个柳维阳，他既然心情不好，不如趁机灌醉他。一个人去套他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去他住所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眼下他避而不见，必然是心有戒备。你如何灌他？那就告诉他，有一种酒可圆他心愿，解他心结，让他自饮而醉。什么酒？世上有一种酒啊，名为如愿，是用莲花的根茎而制成。喝了之后，在梦中便会如自己所愿，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和事情。这种酒我刚好会制。你从哪儿来的莲花根茎啊？你看，那日在沙漠中，你变出根茎救唐周，不慎断下一截，我就一直收着。没想到我的根茎还能酿酒呢，这法子谁教你的？一个心愿颇多，总愿意借酒圆梦的人。如果你想学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可以啊。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大提升修为灵力，少不得非凡手段。花精族有此一劫，要怪就怪你们是颜淡的族人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花精族领地？你们是花精族的人？正是。我是颜淡的朋友，被恶人所害，受了重伤。爷爷，这的确是颜淡的花瓣。正是。颜淡说，他妖力不足，无法替我根治。他说，花精族的人向来纯良慈悲，博施济众，一定会救我的，便给了我这片花瓣，让我来此疗伤避祸。之前颜淡以一己之力救我们花精族于天师之手，这个人情不得不还。来。赶紧把这位姑娘带到族中医治。是。走吧，爷爷。姑娘，慢点。
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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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了，爷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若没有严旦，我便不会来。要恨，你们就恨严旦吧。你是一个凡人，你竟敢吞噬妖元，就不怕被妖化、被反噬吗？我就是要被妖化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变得强大。虚其反噬算得了什么？比这痛苦的，我早已历尽。孩子，快通知大家，逃啊！快逃啊！我不，爷爷。多谢啊，于墨，你教我噬火术吧。我知道，我们花精是属木的，修习火系法术十分艰难，可是这个太实用了。我以后不想再受别人庇护了，我也想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昨晚呢，你是一夜未睡，这酒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烧成，不如你先休息，晚些时候我再教你。行吧。现如今，唐州已经寻得3件神器，只差1样神器便可圆满。虽然说我们3人是其乐融融，但是终究会有分开的一天。你已经在外面快活惯了，会不会不想回燕兰山了？外面再好，哪有不回家的道理？至于那个小人，不提他了。于墨，水火明明是相克的。可是你们九旗可以同时掌握这2种，你在画出人身之前，修行是不是非常艰难的？九旗一族的术法呢，分为7重，前6重皆是水术，需要在最深最冷的水中修炼，而最后1重，则为炎火之术，需要割舍下之前的认知，以炎克寒，自毁修行，方能修炼成火灵。没想到你们上古彝族修出个人身这么难，好复杂。虽然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唯有历经此难，才会懂得取舍，习得涅槃之火，保护心爱之人。若说寒水可以修炼护佑九旗，那这身炎火便是割舍自己，剔骨生热，催灵化力，方能护佑心爱之人。燕丹，我把心头轻幕压下，只希望你能长长久久的自在快乐。如今你喜欢一个人，却要这般痛苦，我宁愿现在就把你带回燕兰山，再不染凡尘俗世。
原来你早已对他生情。酒已酿好，你是送他还是送酒？快送他回去吧。躲了这么久，可算是抓到你了。我过来并非为了与你打斗，这是如愿酒。这如愿酒能帮你在梦里实现你心中所愿，虽然改变不了现实，却也算是慰藉。等你心情平复好了之后，我才过来与你探讨魔相之事。为何要帮我？魔相疑团未解，若生祸端，难保苍生太平。你是解谜的关键，必然前来找你。况且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早已结下情谊。开解友人，不需要理由。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你同他一般，都是这样的恩慈天下，满口的苍生仁义、责任担当，热衷在三界四方管些闲事。但是你同那时的他相比，多了些人情味儿。今日我也想来管管你的闲事。你同我一样，都是失意之人，想不想知道之前的事情？你找回了记忆，却生出了新的苦闷，郁结难解。或许放下前尘，珍惜眼下就够了。待我喝完此酒，心愿得偿，明日便会告诉你们一切。你走吧。赤子，若不知道前尘，怎知道眼下该珍惜什么？我有我该偿的债，你也有你应结的缘，应愿去。
日后查案需小心谨慎，心结难解，需坦诚以待。所以你我今夜以茶代酒，互问3个问题：喝茶为是，泼茶为否，如何？第一个问题，你给严旦设下不离锁，并非为了管教妖类，而是存有私心，对吗？你之前提到心上人，是不是严旦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迟迟不愿意服下幻异珠，不愿意恢复记忆，是否也同严旦有关？你是否告诉过他你的心意？第3个问题，你若集齐4大神器，是否会与他断绝瓜葛，安稳送他离开？这茶为何像酒一样？你若不愿回答，直说便是。我又不会逼你，何苦如此？这茶，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紫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，洗尽闲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。
君别后